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北宋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就是范仲淹。范仲淹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他所倡导的精神与理念，至今仍影响着后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奋斗与坚守，他的行为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位伟人的生平，他的政治成就、文学贡献，以及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字希文，出生于公元989年，家乡位于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他的童年并不顺遂，2岁时便失去了父亲，随后母亲改嫁他人，这对他的成长影响深远。母亲改嫁后，范仲淹随母姓朱，并更名为朱说，直到成年后他才恢复本姓。虽然家境困苦，范仲淹自幼刻苦学习，始终怀住一颗感恩的心，期望以读书报效国家。在范仲淹21岁时，他前往长白山的礼泉寺，开始了他著名的苦读生涯。当时他每天仅能以1碗稀粥充饥，这碗粥要分成4份，早晚各吃2份，再配上些许盐和青菜果腹。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成就了他后来的学问与功名。经过常年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在大中祥符8年1015年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开始为国为民的服务生涯。范仲淹以刚正不阿的官风著称，为官期间不畏强权，敢于直言进谏。范仲淹出任官职时，便以廉洁奉公和亲民著称。他深知百姓的疾苦，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他们争取利益。他的政绩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逐渐得以晋升，并在朝廷内部承担更重要的职责。在他的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成就当属庆历新政。这场改革运动始于庆历3年1043年，范仲淹受命担任参知政事，并与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共同推行了一系列以改善国家内政为目标的政策。庆历新政的核心理念在于精简官僚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并推动官员考核制度的改革，以选拔真正有才干的官员上任。同时，范仲淹主张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并大力扶持农业生产，改善民生。然而，庆历新政最终并未成功，由于朝中守旧势力的强大反对，加上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范仲淹与其他改革派官员先后被贬出朝廷。但范仲淹并未因此气馁，他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始终不变，依然坚守为国为民的初衷。尽管改革失败了，但他在政治上所展现出的勇气与责任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范仲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家国情怀，表达了他对人民的关爱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便是他那篇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友人滕子京之请所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而千古流传。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情怀的表露，更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诠释。这句话表现出他对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他认为，一位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应当把天下百姓的忧患放在心上，先为天下人分担忧愁，待百姓安乐后，再想自己的幸福。范仲淹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词句优美，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他的文字以朴实而动人见长，内涵丰富且充满了哲理，
因此成为后世文人学士学习和传颂的范本。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国家、人民和人生的深刻理解，也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博大情怀。西北戍边与羌族政策。除了文学与政治，范仲淹在军事领域已有着卓越的表现。宋仁宗宝元年间，西北边境的西夏政权对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1040年，范仲淹与韩琦共同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负责西北边防的巩固与军事指挥。范仲淹根据当时的战略需求，提出了屯田久守的方针，积极修筑城堡，巩固边防力量。他对士兵严格训练，提拔有才能的将领，并将朝廷赏赐分发给将士，以提升士气。他训练出的强悍士兵和狄青等有勇有谋的将领，大大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此后，西夏逐渐失去进攻的优势，边境局势得以稳定，西北的宋军重新掌握了主动权。此外，范仲淹在治理边疆民族问题上已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他善于安抚西夏与宋朝交界的羌族，通过修筑城寨和提供物资，保障了羌族人民的安全与生计，最终使这些部落归顺宋朝。他们亲切地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表示对他的深厚敬意。范仲淹的军事成就不仅保卫了宋朝的疆土，还赢得了边疆民族的心，为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和睦共处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的军事智慧与仁政风范，令敌人闻风丧胆。流传下，军中有一犯，西贼闻之惊破胆的佳话。范仲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同样令人敬佩。他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依靠人才的培养。尽管家境贫困，范仲淹始终将兴学育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他在苏州南园创办学校，引请名师授课，吸引了大量学子前来求学，并促使苏州一带的文化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后世因此苏州郡甲天下。范仲淹还创立了一田制度，为贫困乡亲提供援助。他购买了1000亩良田，作为一田，专门用来帮助无依无靠的族人及贫困的学生。一田制度的设立，延续了他对民生的关怀，已成为范仲淹身后家族世代受益的重要基石。一田制度不仅体现了范仲淹的慈善精神，更具长远意义，成为后世官员效仿的典范。范仲淹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许多贫苦人家的命运，也为社会公益事业树立了光辉榜样。范仲淹以孝道、忠义和廉洁著称，他一生对母亲无比孝顺，甚至在成为高官之后，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毫不追求奢华。他的家族和乡里也深受他的教诲和帮助，尤其是那些贫苦的亲族，他总是慷慨解囊，并且鼓励他们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范仲淹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关爱，无论在朝在野，从未改变。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进谏，为百姓的福祉不惜冒犯皇帝。他曾在京东和江淮发生饥荒时，亲自上书请求朝廷迅速救灾，并亲自前往灾区开仓赈济，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范仲淹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使他成为后世敬仰的忠臣楷模。范仲淹的思想和行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政客，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代代传颂。他的政治改革虽未能成功，但他所代表的政治与改革精神，成为后世历代官员追求的目标。范仲淹不仅在当时受到人民的爱戴，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极为崇高。南宋大儒朱熹称范仲淹为古今之大臣，为范公其人也，可见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甚至在他过世之后，
许多曾受到他恩泽的百姓和少数民族，亲自到他的墓前悼念，表达无尽的哀思。这种跨越民族与文化的感情，充分展示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广泛的影响力。最后，让我们以范仲淹的崇高精神为指引，无论身处何职，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要以一颗正直、无畏、无私的心，为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最重要的开启贴心小铃铛。谢谢观赏，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